來看看雅馬哈的雙缸踏板，這個機器是一幾年的我就忘記了。這倆圓中螺絲都少了一個，右面那個明顯是後配的。我今天是刷到超哥也在修這個 T-Max 530，我一看，哎，我也有這個發動機的拆装機視頻啊，我忘記發了。這個還是1月份的視頻，那就帶大家來看看這個發動機的結構吧。這個是水泵，挡車多缸機比較常見，但是双缸的踏板並不常見，你更別提3缸4缸踏板了，這更没可能。目前也就是雅馬哈和光陽有量產的啊。来看一下左邊箱裡面，這磁電機的线圈在這裡，這邊的小轴承看一眼，用的是日本的 NTN 的。這個 T-Max 的离合呢是湿式离合离合這塊等我拆散了再給大家展示一下吧。现在拆這個齒輪呢是它的過桥齒，磁電機呢拉下來，磁電機拉碼跟天劍啊、芥末150是一樣的。單缸踏板呢，像這個左側都是裝的傳動，等於這個雙缸踏板結構跟單缸呢是反過來的。這邊是磁電機，這兩個孔呢是裝节氣門的。這节气门是在缸头上面的。玩4缸车的不一定是有錢人，但是玩双缸踏板的，我認為都是有錢人。畢竟這玩意兒10幾萬的，10幾萬買個踏板，不懂的肯定都以為他瘋了。所以啊，有錢人的快樂不能用錢來衡量。這個雙缸踏板的缸頭結構呢，跟普通擋車的雙缸是差不多意思的。你看是雙凸輪軸，一樣有這個凸輪軸壓蓋，這個壓蓋倒沒啥磨損。再來看看這一邊。也是沒什麼磨損，可以繼續使用。凸輪軸也是沒有磨損，凸輪軸是合金鋼鍛造的，不用懷疑雅馬哈。雅馬哈對發動機的下料一直是挺猛的。這紅色的機油，拆的時候一股芳香，你們猜是啥機油？看一下它的气门气门也沒事，這個氣門得重新磨一下。這個 T-Max 530呢，它是雙缸同步機。大家看一下，這倆活塞是同時到頂的。雙缸踏板的话，根據踏板的特性來講，它是一般不會選擇異步的，就是180度異步，但是270度的異步應該會用。來看一下它的缸是電鍍陶瓷氣缸，這個用的不是硅鋁氣缸啊。來欣賞一下，幾乎沒有磨損，航毛紋閃閃亮亮，清晰可見。再來看一下它的活塞，用的是鍛造活塞，雅馬哈連巧哥125都給用鍛造活塞，那這個肯定就更不在話下。活塞群部是正常使用痕跡，是可以繼續使用的。它的傳動是在右面，單缸機踏板的傳動都是在左面。拆掉它的前驅動盤，這裡面的一樣也是普利珠。拆掉它的後驅動盤，這個前後驅動盤呢是富士的，但是皮帶我忘記拍了，好像是日本三之星的。等後面再有拆到的話，我再補充吧。這個機器呢，車主是反饋修完以後給油門不走，這個原因是不是一眼就找到了？這中間的彈簧片裝反了。然後既然都到我這了，車主讓我拆反檢查一下，就是我手压的這樣裝反的話，它离合片一直屬於是分離狀態，所以說給油門不走的這上面能看到富士的標。來看一下离合片，离合片是很好，沒有磨損。大家看一下这跟擋車的離合片是不是很像？但是它分為3種，當然現在的530已經升級成了560，缸徑從68變成了70，馬力從44.9變成了47.6。看一下石龜鏈。石龜鏈用的是博格華納的。好了，都看到這了，喜歡視頻的給咱點點讚啊！分開曲軸箱，曲軸瓦呢一看就是日本大頭呢。再來看一下軸承，軸承是日本的 N-Sky 軸承。這邊拆的呢是變速箱的齒輪，這個基本上不用看。气體底下呢有沉澱，這個不要緊，超声波給它洗乾淨。這玩意號稱2.5個缸，為啥這麼說呢？咱們來看看它的半個缸。這也是有連桿有活塞的，看見沒？所以說它比較獨特啊。這個是它的平衡機構，它的平衡活塞是長這樣的，頂上是開放式的，這個缸呢也是開放式的，等於是沒有任何壓縮的。它們發揮的作用就是平衡軸。我演示給大家看一下啊，同步機震动都比較大，大家應該知道，所以说雅馬哈就用了這個方法，腦洞大開啊，相當獨特，是不是？所以發動機這塊啊，我認為雅馬哈才是玩技術的。所以網上流傳的技術本田，我是反對的。我認為應該叫技術雅馬哈。就不說這個，本田也沒有雙缸踏板，然後單缸 NMAX 155，雅馬哈還給它整了一個電子可變氣門。然後25款的 NMAX 155，它的前驅動盤也是電動的。雅馬哈會玩吧？好，平衡軸啊是正常可以使用的。
這樣看曲軸是沒問題的，連桿也沒問題。我把這個平衡活塞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，就是長這個樣，該有連桿有連桿，該有活塞有活塞，但是都是長相奇特。萬萬沒想到雅馬哈用這種方式來做一個平衡系統。來看一下它的连桿瓦，應該是沒有拉傷的。来，咱們来看一下，这是日本的大同的同基瓦，瓦片呢是正常使用痕迹，可以继續使用的。曲軸也是很好，幾乎看不到磨損。這一道是平衡軸的，這邊是連桿的，都沒問題。平衡鋼也是锃亮，沒有磨損，也是有航模紋的。好了，拆解完畢，下一期裝機視頻，感謝大家觀看。雅馬哈 T-Max 530發動機安裝，上次發它的拆机視頻，結果呢引出来一個本田的發動機的問題，就是佛剎750究竟算不算踏板？我看了一下評論區啊，意見各不一致，有的說可以定義為踏板，有的說那是個擋車披着踏板的皮，所以说這東西究竟算個啥呢？還是給大家繼續討論吧。因為我做踏板的內容時間不算太長，對踏板的各個車型了解的程度不是太深，所以做踏板內容還是以發動機為主。機器呢都是用超聲波清洗乾淨，當然這個機器年份比較久遠，像外面的鋁啊都開始氧化了，發黑的就是超聲波主要是把裡面洗乾淨就好了，外面這種氧化呢也可以處理掉的，但是其實沒那必要了。這個東西需要用電解液，是稀硫酸泡上去刷一刷，這上面就能洗乾淨了。如果對於踏板車過於愛護的，可以用這種方法，但是要是鐵件注意防鏽啊！离合器給它正確安裝。之前就是因為這個離合器裡面的彈簧片裝反了，導致的車不走。對了，給咱視頻點讚啊！問大家個問題啊，你們感覺多少排量的踏板更適合自己？你比如我來講啊，我個人不大喜歡大踏板，我心中的 No.1 就是雅馬哈的 NMAX 155。大了我也不喜歡，不管從技術層面還是配置用料方面 ，NMAX 155我認為在這個排量級別沒有對手。25款呢還要上電子普利盤，本身還是個可變氣門，當然這些東西的加持必然價格不便宜，接近3萬塊錢了。然後在我心中排第二的踏板呢是50排量的新大洲的自由特代50，可惜它停產了啊！雅馬哈的螺絲需要打扭力還要打角度的啊，所以都說雅馬哈不好裝。新大洲的自由50呢6000多塊錢，你現在買個電動車都要4、5千吧，而且電動車玩個2、3年基本就不成樣子了。但是新大洲的50你愛護一點，騎個10年8年不成問題吧？100公里1點幾升的油耗，沒有充電焦慮，沒有續航焦慮，因為現在很多電瓶車都不給上樓了，充電成了一個大問題。自家有宅基地有樓房還好，住小區的充電真是個問題。所以每個人的駕駛風格不同，喜好不同，所以在座的各位，你們心中的最完美排量是多少呢？跑地盤也是超声波清洗乾淨，但是装傳动的视頻我忘記拍了，我就直接给大家上着車视頻吧。好，啟動錄音都設置上，建議大家戴耳機聽。放心啊，用熱火車的，大家看下水溫表。